在林氏企业遭遇危机的当口，我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那时候我满心欢喜，以为自己能与他共度难关，迎来美好的未来。在这3年的恋爱时光里，我始终如一地在他身后默默支持，不惜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和资源，竭尽全力帮助他的公司逐步走出困境。我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只希望他能成功，我们能幸福。终于，在公司步入正轨之时，他向我求婚了，信誓旦旦地说会让我一生幸福。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以为我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然而，我却无意间发现了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那些字句如同一把把利刃，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我跟小妍结婚，就是为了利用她的资源，公司马上就要更上一层楼。我相信诗雨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娶这个女人的，只要诗雨愿意回到我身边，我就立刻和这女人离婚，跟她在一起。看到这些，我的心瞬间跌入了冰窟，毫不犹豫地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妈，林氏的合作，过几天你撤出来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公司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我妈撤资，对她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妈替你出气。我妈一向疼爱我，此时不问缘由，便怒不可遏地要去找他算账。我苦涩一笑，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这个账我自己会跟他算。我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我赶忙挂断了电话，而我的目光则依旧死死盯着眼前平板屏幕上那让我心痛欲绝的聊天记录。他是我的学长，大一时我在图书馆遇到麻烦，是他挺身而出，帮我解决了问题。也是他这个样子，让我深深爱上了他。于是大学那会，我主动追求了他很久，可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现在想想，我真是傻得可怜。正是因为他的若即若离，反而让我越想抓住他，越是觉得这样的男人才有魅力。直到毕业后，他的公司遇到困难，在我的陪伴和帮助下，才慢慢好转，他才终于答应做我的男朋友。我于是求我妈动用她的人脉，一直在背后全力帮他，让公司重新焕发生机。整整3年。公司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他也在这个时候向我求了婚。我以为我们俩终于可以修成正果，哪想到这一切只是他为了气他的白月光，而我只是一颗棋子而已。结婚那天，我恐怕也会成为众人的笑柄吧。今天他出去应酬了，走得很急，这才忘了将平板的聊天记录删除。尽管这聊天记录已经让我心痛得无法呼吸，但我还是趁机查看了他的相册，因为我从未看过他的相册，他似乎也从来没发过朋友圈。即使我们去旅行，他也不会晒任何关于我们的照片。但此时打开他的相册，我才发现，原来他保存了许多照片。很快，我在他相册里发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虽然只露出了半边脸，但上面的那对耳环却显得特别刺眼，因为前段时间我曾在他的包里见过。我本以为是他终于懂浪漫了，要在结婚时送给我，然而是送给别的女人了。原来他不是不懂浪漫，只是对我没有浪漫。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小妍，你赶紧过来。林浩跟人打起来了。电话里，我隐隐听到林浩的怒吼声：“你们这群混蛋，必须给我女朋友道歉！”我的心狠狠一抽，我都没在他的身边，他指的女朋友肯定不是我。
我想知道今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急忙穿上外套，来到鞋柜，才发现我送给他的鞋子就静静地躺在地上。仔细一看，上面还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这是我花了很多心思挑选了很久送给他的，但他一点都不珍惜。我俯身捡起鞋子，面无表情地扔进了垃圾桶，随后打了辆车，急匆匆地赶到了林浩跟人打架的餐厅。只见林浩正搂着一个楚楚可怜的女人，她的耳朵上正戴着那对闪亮的耳环。那几个人刚才不小心把菜汤溅到林浩朋友身上了，林浩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林浩今天喝了很多，我怕他闹出事啊。林浩的朋友连忙跑到了我边上，焦急地解释道。得知是这个原因，我不禁苦笑。记得之前陪他去参加聚会，因为一些小事，有人对我出言不逊，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反而怪我不懂事，是我害得气氛尴尬。见林浩又上去要跟对方打起来，他朋友又连忙冲了上去，拦住了他们。林浩，好了好了，你都快要结婚了，千万别搞出事来呀！不料林浩一把甩开了他朋友，谁他妈要结婚了？这混蛋把菜汤溅我女朋友身上了，这是能这么算了吗？不道歉，他妈谁都不许走！林浩醉眼朦胧，走路都摇摇晃晃，这话也让现场他一些认识我的朋友一阵尴尬，不由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冷冷地笑了笑，随后上前甩手一巴掌扇在了跟林浩对峙的男人脸上。我这一巴掌下去，现场顿时一片寂静。你个臭婆娘，你他妈竟然敢打我！沉默片刻之后，对方这才暴怒，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而我就想看看林浩的反应，他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护在我身前，跟对方打起来。然而林浩竟是一把推在了我的肩上，暴怒道：你来捣什么乱啊？你还嫌我今天不够乱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林浩这话也让我的心彻底凉透了。他还理直气壮地看着对方，道：现在扯平了，赶紧滚！对方还算理智，没有继续闹下去，最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对方走后，林浩一头重重地倒在了椅子上。林浩朋友尴尬地向我解释道：小严，你别多想，刚才林浩喝多了，才口无遮拦的。这是诗雨，跟林浩高中同学，今天刚从国外回来。我淡淡地看了眼诗雨，她的眼角依旧挂着泪水，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诗雨，这位是林浩的未婚妻。然而不等他朋友介绍完，林浩竟突然从椅子上坐起来。同事，什么未婚妻？这突如其来的一刀让我身体狠狠一颤，现场的气氛也一下子变得尴尬无比。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林浩的朋友才连忙打圆场，给我递来一杯饮料。嫂子，我敬您一杯。不料刚倒下的林浩再次坐起来，愤怒地盯着他朋友，怒喝道：不知道你嫂子对这种饮料过敏吗？的确，我对这种饮料过敏，他是知道的。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诗雨的反应。林浩，你喝多了，小王要敬的是小严，不是我。林浩这才释然。哦，那他能喝，非常能喝，全公司上下就他最能喝。听到这话，我只感觉到心口似乎有什么东西砰的一声破碎了，让我的心支离破碎，血肉模糊。记得几年前一次聚会，去之前我就告诉他我对这种饮料过敏，可到了那里，他开口就让我喝。那天我身体出现了不适，他还怪我矫情，这么点饮料就受不了。然而这么深刻的教训，他却依旧没记住。我过敏这件事，只能说他心里真的从来都没有过我。这次来，
我心里本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但现在碎得很彻底。这时，诗雨站了起来，朝我说道：“既然你来了，你送林浩回去吧。我刚回国，今天晚上没法照顾他。对了，明天他起来后记得给他泡一杯蜂蜜水，他很爱喝，而且不喝的话，他一整天都会没精神的。晚上也别忘了给他盖被子，每次喝多了，他睡相就很差。”诗雨这话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他似乎比我更了解林浩，今天只是把这烂摊子甩给了我而已。我盯着诗雨无辜的眼神许久，是真的很想给他一耳光，但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想看看他们这出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回去的路上，我还是没忍住，流下了眼泪。恋爱3年，如果算上我追他的2年，这个男人我整整爱了5年，可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也让我想起了先前看到的聊天记录，只要诗雨愿意为了他从国外回来，他跟我分手，跟诗雨在一起。今天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怪不得下午时分他会那么着急的出门，想必是去机场接他了。这时林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打开一看，发现是诗雨发来的信息，但我的目光却一下子聚焦在了诗雨的头像上，他们俩竟然换了情侣头像，估计就在刚才那次聚会上。记得去年我曾找了个摄影师，让对方给我和林浩拍了一组精美的照片，我兴奋地让林浩用其中一张做头像，他却劈头盖脸地骂我幼稚，让我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但现在他却跟诗雨换了一个更幼稚的。这时我摸到林浩的西装口袋里还有一个小盒子，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取了出来。然而当看到那个知名品牌的标志时，我的呼吸顿时不受控制地急促了起来，双手更是颤抖得厉害。急促的呼吸让我缺氧，眼前的画面都开始变得天旋地转起来。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打开了盒子，里面真的是一条项链，背面刻着 SY 2个字母，正是诗雨的名字。我曾无数次求他结婚，想送我一条项链，但他怎么都不愿意，说这只是浪费钱而已。然而他只是一直都在等着诗雨要在这条最重要的项链上刻下诗雨的名字。我努力擦拭掉眼角再次溢出的泪水，随后趁着林浩熟睡，用他的指纹打开了诗雨发来的信息：“亲爱的，明天别忘了帮我去选戒指。”轰的一声，看到这消息，我只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戒指的事我跟他提了好多次，他都让我自己去选，以工作忙的理由拒绝陪我。其实他压根就无所谓我买什么，因为对他来说，我根本就不可能戴上这戒指。这一刻，我真的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看着司机还坐在前面，我只能死死掐着自己的大腿，努力让自己忍住不要哭。指甲已经深深嵌进了肉里，我只能让身体的疼痛来替代我心里的疼痛，努力让自己放下这段苦守了5年的爱情。翌日清晨，我还是按照诗雨说的给他泡了蜂蜜水，然而他喝了一口便吐了出来。你泡的是什么玩意？为什么这么甜？你难道不知道我最不爱喝甜的吗？可我记得诗雨明明说他最爱的就是蜂蜜水的味道。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不是喜欢蜂蜜水的味道，而是喜欢诗雨的味道，喜欢白月光的味道。我昨天一宿无眠，倒是对这段感情想通了不少。此时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反而破天荒的没有生气，随后将整杯蜂蜜水倒进了垃圾桶。林浩穿好鞋后冰冷道：“公司正忙，我事很多，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说完
转身摔门就走。我知道他是去陪诗雨选戒指了。我派人很快查到了诗雨选戒指的店，其实也用不着查，没有任何意外，林浩选的就是市内最贵最高级的一家珠宝店，也是我已经去了好几次的店。3天前，我在这里订购了一枚国内最贵的戒指。今天本应该是戒指到店的日子，然而当我赶到珠宝店门口的时候，刚好看到诗雨戴上了这枚戒指，在林浩面前晃了晃，而林浩正在和店员商量着什么。林浩，这戒指我真的好喜欢，人家就要这一枚吗？诗雨娇滴滴地挽着林浩的手臂，撒着娇。林浩则努力和店员交涉着：你给那位女士打个电话，就说我愿意再加5万，并赔偿她5万，只要她愿意把这枚戒指让给我。听到这话，我忍不住一阵苦笑。原来为了他的白月光，他其实可以这么大方。店员自然是被林浩开出的这个价格说得心动了，转身去打电话，说去给我打个电话。我则慢慢走到了林浩的身后，是诗雨先看到了我，他的脸色当即变得有些苍白，随后戳了戳林浩的手，一脸楚楚可怜地看向了他。林浩这才回头看到我，眉头下意识一蹙：公司那么多事，你不待在公司，来这里干什么？然而他不但没有一丝窘迫，反而开口便是劈头盖脸的质问。我静静地看着他，不想跟他吵。昨夜为了他，我已经把眼泪都流干了，再为他而伤心，一点都不值得。见我不说话，林浩捏了捏自己的鼻子，终于又开了口：小妍，你也看到了，我真正爱的人是诗雨，你别闹，我会给你一笔钱，希望你能够体面地离开。我的目光依旧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这次来，我只想问他最后一个问题：林浩，我就想知道，这些年你有真正爱过我吗？林浩听后，嘴角却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小妍，我知道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但今天当着诗雨的面，我必须如实的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我只是看你可怜，追了我那么多年，才答应和你在一起。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回答，但林浩的话还是比我想象中更绝情了一些。也好，竟然他能做到这么绝情，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时，店员打完电话回来了。林先生，不好意思，只是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了我，顿时显得惊讶。呀，苏小姐，原来你在这呀！这位先生他……不等他说完，我打断道：没事，戒指给这位小姐吧，希望他们能够幸福。说完，我转身便离开了珠宝店，打通了我妈的电话。妈，撤资的事就在林浩婚礼那天，告诉他吧，是时候跟林浩的一切都画上句号了。尽管整整5年的爱让我不甘，或许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5年，涵盖了我整一个青春。但我该为自己的眼瞎而负责，为自己的天真而买单。一厢情愿所付出的代价永远是沉重的，但总得走出这一切，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离开珠宝店后，我回了一趟公司，但刚进去便听到同事们在议论纷纷。你们听说了吗？林总这次要娶的新娘子并不是小妍，而是一个叫诗雨的女孩。听说那人是林总的白月光，林总喜欢了她很多年。刚里经理给我们看了那女孩照片了，可比小妍漂亮多了。小妍跟她比，简直差了10万8千里。我要是林总，我也选诗雨。小妍跟诗雨比起来，什么都不是的。亏得我平时还一直把小妍当老板娘看，原来只是林总的一个备胎而已。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利刃刺在我的心里，我努力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径直朝自己办公室走去，然后把办公室里那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整理到了纸板箱里。人走茶凉的道理我懂，这些员工平时一个个喊我小妍姐，现在知道林浩娶的不是我，立马都变得如此薄凉，任性。然而就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林浩却突然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指着我破口大骂：王总那边的单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王总突然就说不跟我们合作了？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你要知道，这些年为了公司，我付出了多少。苏小妍，感情和工作的事一码归一码，你要因为感情的事报复我公司，我不会放过你。由于这些年公司很多单子都是我在背后帮忙促成，估计我妈这会已经开始让一些公司的合作方取消跟公司的合作了。公司能有今天，他还真以为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但我并没有反驳他，只是冷冷地回答道：我没联系过王总。林浩这才发现我正在整理办公用品，他眉头一蹙：你要辞职？再待在公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淡淡点头，都没抬头正眼看他。辞了也好，你的办公室腾出来，正好能够让给诗雨。他下意识回答道。听到这话，我的心不由一抽，恐怕我不走，他也会迫不及待地逼我走吧。这时他在我面前甩了一张支票，写着的是5万。好歹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这5万是我给你的分手费。我看着那张支票，心中涌起一股悲凉。曾经的山盟海誓，如今竟只值这区区5万。我缓缓伸出手，拿起支票，手指紧紧地捏着，仿佛要将心中的愤怒都发泄在这张纸上。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支票撕成了2半，撕啦一声，支票在我手中瞬间破碎，就如同我那颗曾经充满爱意的心。林浩，你以为钱可以买断一切吗？我咬着牙，声音颤抖地说道：这5年的感情，在你眼里就这么廉价吗？我看着手中的碎片，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但我强忍着不让它们落下。我曾经那么爱你，为你付出了一切，可你却这样对我，我心中充满了悔恨和不甘。你的无情和自私，让我彻底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从现在开始，我会彻底放下你，放下这段感情。我坚定地说道，我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不再为你而伤心难过。说完，我将碎片扔在地上，转身离开。我知道，我必须要坚强起来，走出这段阴影，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刚回到家，我便发现家门口被扔出了不少东西，都是我的生活用品。对，这些也都扔出去，床单也扔了。那女人睡过的床单，我是不可能碰的。还有这些杯子，全扔了。屋内传来诗雨的声音，她正朝着搬家公司的人在屋内指指点点，几乎把家里一半的东西都扔了出来。我的衣服更是被扔得满地都是，好几件衣服上都被踩上了肮脏的脚印。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并没有震怒，只是冰冷地开口。他这才回过头，对上了我的视线，眼神中带着一丝优越。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清一清。他说得很是轻描淡写。随后，他踩着高跟鞋缓缓走到了我的面前。林浩已经把你甩了，你该明白，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你的东西我自然都该扔了，对吧？毕竟我有洁癖，不会碰其他女人碰过的东西。看着他这样子，我陡然间突然明白，为什么林浩会那么爱他，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同一类人，都是那么可笑。你扔吧，这些东西我确实也不想要。我微微一笑，这次回来
我只想取回一样东西，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说完，我绕过他，想进屋取那重要的东西，然而却被他伸手拦住了。你想干嘛？现在这是我家，你没资格进去。我看着他，解释道：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还在里面，拿了我就走。说完，我径直来到客厅，但当看到那幅画其中一个角已经被撕破时，我内心一直压制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你凭什么把它给撕破了？这个幅画是我爸生前陪我一起画的，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自从和林浩同居，我就把它放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看着它就像看着爸爸。但现在它碎了，就像我爸的残影也碎了。就在我俯身将掉落在地上的画碎片捡起来时，诗雨却一把夺过了画。就这么个破玩意，有什么好伤心的？你给我放下！见他随意拿在手里把玩，我的心顿时悬到了嗓子眼。他挑眉一笑，当着我的面松开了手。砰的一声，本就是用画框裱起来的画，此时彻底毁坏呀！手滑了。诗雨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嘴角却带着得意的笑容，看着画彻底破碎，我好不容易愈合的心，这一刻又被击得粉碎，比失去林浩疼痛100倍。你个贱人！我疯了一般起身，甩手就朝着诗雨白皙的脸狠狠打了下去。啪的一声，他粉嫩的脸上顿时留下了深深的指印。就在这时，林浩回来了。见此情景，他冲进屋内，反手也是给了我一记耳光。诗雨更是直接扑进林浩的怀抱，嘤嘤地哭了起来。林浩，他打我，我的脸好痛啊！我不过就不小心摔坏了这画而已，他就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林浩，你一定要给我做主！愤怒的我胸口不断剧烈地起伏着，含着泪死死盯着林浩。这画对我多重要，林浩很清楚。然而，苏小妍，你别他妈太过分！就因为一幅画，你犯得着打人吗？赶紧给诗雨道歉！看着他这样的反应，我才知道他是真的从来都没在乎过我。我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俯身将地上的画一片片捡起来。很快，我的手指就被画的碎片给划破了，鲜血直流，让我感到一阵刺痛。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给诗雨道歉，而林浩却还不依不饶。我依旧没理会，继续捡着画。可就在捡完最后一片碎片，刚起身时，林浩甩手，再次将所有画片都打翻在了地上。我他妈让你给诗雨道歉！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刺耳。我再一次俯身去捡碎片，此时的我只想把这些碎片带走，其他什么都不想管。耳边林浩安慰诗雨的声音响起：别理这个疯女人了，我先带你去医院处理下，马上就婚礼了，我希望到时候你是最美的新娘，这种疯女人不会有好下场的。说完，林浩温柔地抱起诗雨，将她送往了医院。当我捡完画走出房子时，外面的天下起了雨，挺好的，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人看到我一直没法忍住的泪水了。那一天，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从林浩家一路走回了自己家，也忘了这一路走了多久，只记得到家门口时，一见到我妈，我就双脚一软，倒在了她的怀里。也是我第一次见她心疼地流下眼泪。女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傻？我现在就让那混账东西跪着来见你。我虚弱地看着我妈，语气却格外坚定。妈，我自己来。说完这句话，我就晕了过去。之后几天，我发了一场高烧，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做梦的时候还梦到了我爸。他没说话，只是温柔的像小时候一样抱着我。我退烧的那天，
正是林浩和诗雨婚礼的日子。由于我和林浩的事一直都没让我妈插手，所以至今林浩都不知道，他公司最大的投资人王董事长就是我的母亲。隐瞒我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我妈的意思。3年前，当林浩答应做我的男朋友，我便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妈。那天，我妈笑着说：“妍妍，在结婚前，你不能把我的身份告诉你那男朋友，这样你才能看到他的真心，才能确定他不是为了钱跟你在一起。”而那时候，天真的我还反驳了他：“妈，林浩才不是那种人呢，我们在一起就是因为爱情。”呵呵，再次想起当年自己说的话，我是真的天真的愚蠢。作为公司最大的投资人，我妈自然是林浩婚礼最重要的宾客。当我到婚礼现场的时候，即使宴会厅宾客早已坐满，但因为我妈没出现，所以林浩和诗雨始终在酒店门口翘首以盼。这次林浩的婚礼办得还真是风光，不但有上百桌的宴席，还请来了不少媒体记者，开了直播，高调的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布他们之间那美好的爱情。酒店外墙那巨幅婚纱照更是100米开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这场婚礼今天是要办不成了。小妍，你还来干什么呀？你不是来闹事的吧？今天可是林总的大好日子，你可别乱来呀！快去叫保安！这女人今天怎么能出现在婚礼现场？肯定是诚心想来闹事，都已经被林总甩了，还专门挑这种时候来闹事，真是不要脸。很快，公司的同事注意到了我，纷纷迎向我，一副要把我赶出去的架势。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今公司即将更上一层楼，他们的薪水和奖金都会成倍增长，运气好的话还能拿到公司的股权。林浩的大腿，他们自然是能抱多紧就抱多紧。很快，保安跟林浩都出现了。或许现场有众多媒体在的缘故，林浩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维持着一副绅士的样子。只是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对我的憎恶。我们已经分手了，今天是我和诗雨结婚的大好日子，我希望你不要乱来。说完，他又朝秘书招了招手，接过支票后，洋洋洒洒写了几笔，递到了我的面前。我知道你来是想要钱，这里是20万，这会总够了吧？今天我不想动怒，你识相一点，赶紧离开。此刻，我见诗雨朝媒体说了一声后，现场的媒体记者也纷纷将镜头对向了我。或许他想让全世界都看看我是个多么不可理喻的前任吧。直到我看着镜头，缓缓开口：“作为公司最大的投资人，林总结婚，我不能来吗？”随着我这话一出，现场陡然寂静了下来。但仅仅片刻，一阵哄笑声轰然响起，哈哈哈哈！这女人怕是受不了感情的打击，脑子出问题了吧？这女人肯定疯了，竟然说自己是最大的投资人。她几斤几两，我们还不知道吗？这女人这些年要不是靠着林总，可能连饭都吃不饱，竟然现在说自己是最大的投资人。平时在公司，这女人就跟废物似的，要不是林总之前念着情分一直罩着她，恐怕早就被公司开除了吧。所有人都一脸戏谑地看着我，就连林浩都忍不住笑了，玩味地看着我。我知道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没了我，你的全世界都崩塌了。但真的，你没必要编这样的理由，这会显得你精神不正常。这钱你拿着吧，好好去医院看看，如果脑子真出了问题，该治还是得治。诗雨更是直接拿出了手机，拨打了精神病院的电话。
你好，我们这有个精神病人，在我的婚礼上闹事，请你们马上派人来把他弄回去。好了好了，既然是个精神病人，保安先把他弄出去吧。我可不想今天这么好的日子被这种人影响了心情。随着施雨一声令下，几名保安上来就想拽我的手臂，直到我妈的声音响了起来：谁敢动我的女儿试试？女儿！我妈的声音宛如一道惊雷，平地而起。现场所有人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我妈，眼神中除了震惊就是恐惧。林浩更是狠狠咽了口水，嘴唇都开始不自觉打颤。王董事长，您这是开玩笑吧？他卑躬屈膝地看着我妈，表情里却带着肉眼可见的害怕。而我妈回应他的，则是一记势大力沉的耳光，啪的一声，如雷贯耳。林浩整个人都倒退了好几米，差点一个踉跄，摔倒在了地上。你谁呀？你凭什么打我老公？施雨还不明所以，见到我妈甩手就打了林浩，竟张牙舞爪地迎了上来。可紧接着又是一记耳光响了起来，这一次是惶恐的林浩跑上来就给了施雨一记耳光，没大没小，怎么跟王董事长说话？赶紧给王董事长道歉！看得出来，仅片刻，林浩是彻底的慌了。他清楚地明白，得罪我妈将是一个怎样的下场。林浩，你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抛弃了我的女儿！我妈的脸色阴沉的可怕，现场更是一片哗然。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小妍的母亲竟然真的是王董事长！我靠，原来老板娘一直在公司啊！这事林总竟然不知道！完了，林总以这种方式得罪了王董事长，那公司肯定完蛋了呀！别说更上一层楼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破产了。其中一些员工更是冲上来替林浩求情，毕竟公司一旦破产，他们什么下场可想而知。他们一个个都将失业，到手的富贵全部都将成为泡影。小妍姐，您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对公司肯定也有感情，可不能因为林总的个人感情问题影响公司呀。是啊，小妍姐，要不您接手公司吧，我们都向着您的。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小妍，公司的事妈妈都让你决定。看着这场面，我妈淡淡说道，这话仿佛也让林浩看到了希望，竟扑通一声，当着现场那么多人还有媒体记者的面，跪在了我的面前。老婆，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喊我老婆。曾经我是多么希望他每天起来都能在我耳边喊一声老婆，我也求过他很多次，但他却始终喊不出口。没想到第一次竟然是在这个时候，真是讽刺。你没资格这么喊我，这让我恶心。你老婆是他，我已经成全了你们。啪！当我这么一说，他抬手朝着自己狠狠扇了个耳光。小妍，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心里爱的那个人其实一直是你，尤其是现在没了你，我会活不下去的。此时的他卑微的像一条狗。起来！然而这时施雨却一把拉住他，满脸的愤怒。林浩，你起来，给这么个女人下跪，你的尊严呢？你爱的人明明是我，就算没了投资，公司照样能够发展。我为了你都已经从国外回来了。可就在施雨一吼完，林浩却猛然起身，猩红着双眼，竟一把掐住了施雨的脖子。顿时施雨整个脸都涨红了，而林浩依旧狰狞着脸，朝着施雨怒吼：我这样都他妈是你害的，你就是个花瓶而已，老子为了你真是瞎了眼了，你现在就他妈给我滚！看着林浩这个样子，我终于对这个男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恶心。我妈说的没错，
不能让男人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有钱，不然他冲的不是爱情，而是钱。妈，我们走吧，这恶心的场面，我真的1分钟都不想再看了。挽着我妈的胳膊离开了会场。小妍，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呀，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没有你，我会活不下去的呀。我身后林浩的声音依旧还在回荡，我冷冷地回了一句：那就死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